海童泼了长辈们一盆冷水。他说道：“我听战印说，老三和乔涵要出去旅游度假，半个月才能回来。奶奶现在过去的话，可以去玩，但要提亲的话，正主不在家，不太好吧？那就等他们回来了再去提亲吧。我们也可以过去跟乔董夫妻俩熟识啊。”海童笑道：“奶奶，你老跟他们还不够熟识吗？电话里聊得多，见面聊得少。”海童没话说了，两家长辈的确是靠着电话来保持着联系，见面的次数是不多。主要距离远了点儿。吃饭了。战印从厨房里出来，叫喊了一声。奶奶在家里，他们男的下厨做饭，女的坐在一起聊天，等吃饭。一辈子都没有生有女儿的奶奶，把儿媳妇当成女儿来疼着，再没有孙女儿，便又将孙媳妇当孙女来疼。战印做梦都想爱妻肚里的宝宝是个闺女，那样他的闺女就是集3000宠爱于一身了。想到夫妻俩很久才有这个孩子，那不论儿女都是宝贝啊，战印也就坦然了。就算海童生的是带把的，因为是第一个曾孙辈啊，孩子依旧是受宠的。婆媳几个起身进了餐厅。奶奶，战远还系着围裙。他笑着叫了老太太一声。老太太慈爱的笑笑，说道：“奶奶还是有口福的，奶奶一直都有口福。”海童要扶着老太太坐下，嘴上说着：“奶奶，你慢点，小心点。”老太太笑着：“你才要小心点。”她的视线落在海童的肚子上，笑的那叫做一个慈祥呀，觉得日子过得真慢。他老人家心急抱曾孙女的，留意着海童的饮食改变。老太太觉得他老人家还是有点希望抱曾孙女的。战远给大家准备了一桌子的好菜，最喜欢做菜的人啊，也最喜欢钻研菜谱。他做出来的饭菜色香味俱全，吃的大家直呼好吃，心满意足的。饭后散步的时候，海童问着身边的男人：“老公，你说老六去欧阳家应聘能被录取吗？只要认真的做一件事，就没有失败的。老六能杀出重围，走进欧阳小姐的世界。”海童笑，那是他各方面都足够优秀，去给欧阳小姐当厨师，绝对是最优秀、最帅气的厨师。海童的手机响了，是微信的通话请求。洋洋到了，都还没有看来电，海童就猜测是外甥给他打来的语音通话，掏出手机一看，还真是姐姐打来的通话请求。他接听，就听到了外甥清脆的声音：“小姨，你吃饭了吗？”“小姨吃过了，现在和你姨丈在外面散步呢。你和陆叔叔到了吧？”洋洋奶声奶气的应着：“我们刚到，妈妈来机场接我们的。我说要告诉小姨，我们到了，妈妈手机就给我了。小姨，妈妈这里好冷哦，风也好大，我下飞机差点被风刮跑了。”小家伙说话也带点夸张的口吻。“那你可得多穿2件衣服，别被风吹走了哦，吹走了，小姨不知道去哪里找回你呢。”洋洋哈哈的笑起来：“小姨，我骗你的，风势好大，吹不走我的。我已经长大，风吹不走我。不过冷是真的好冷。妈妈说这里还会下雪，不过现在没有下雪。江城的确比管城冷很多，就还好他给外甥的行李箱里塞了几件厚的衣服。我和陆叔叔已经上了妈妈的新车子，车上开着暖气，现在没那么冷了。陆叔叔抱着我，我就更暖和了。那你等会儿下车记得多穿件外套。小姨往你箱子里塞了厚的衣服，天冷，叫你妈妈开车慢一点。不是妈妈开车，阿七叔叔开车。洋洋跟阿七最熟了，阿七被安排跟着海玲来了江城。洋洋见到阿七时，开心的都要跳起来了，让阿七抱着他转了好几圈。陆东明差点就要吃醋，阿七叔叔说他开车很稳的，叫那大少奶奶放心。海童笑，阿七叔叔开车，那小姨就放心了。
你妈妈呢？在我旁边。洋洋将手机递给了海玲，她往陆东明的怀里一钻，奶声奶气地说道：陆叔叔，好冷呀，你再抱紧我吧。陆叔叔的怀里好暖和。陆东明扯开了大衣，把小家伙包在大衣里，说到机场到你妈妈的住处有点距离，你先睡会儿吧，到了再叫醒你。他和海玲有千言万语想说的，碍于有盏小电灯泡在场，两个人都憋着，不好说悄悄话。陆叔叔到时候要叫醒哦。洋洋还真的想睡会儿，主要是被陆叔叔的大衣包住，暖和了，加上又坐车，他呢便有点昏昏欲睡的。睡吧，肯定会叫醒你的，咱们还没有吃饭呢。陆叔叔哪舍得让你饿肚子。洋洋放心地眯着眼睛，小孩子睡得快，没几分钟小家伙就睡着了。在海童还想和外甥说几句话时，海玲告诉妹妹洋洋睡着了。海童笑道，这才几分钟呀，就睡着了。我想他这2天都没有睡好，惦记着去找你。小人儿没有睡好，撑不了几天，现在终于见到妈妈了，放了心，就撑不住，被周公带去吃晚饭了。姐，那不打扰你们了，我和战印在院子里散散步，等会儿就陪奶奶出去逛街购物。奶奶说好久没有出去逛过街了。行，那你注意点。海玲叮嘱了几句才结束通话。战印听着老婆大人和大姨姐的通话后，问道，你等会儿要和奶奶出去啦？奶奶说要出去逛逛，我和妈都陪她老人家逛一逛，你们也可以跟着去的，帮我们拿东西。战一笑，行，我跟着去帮你们拿东西。他主要是不放心奶奶，怕奶奶出去逛着逛着心血来潮，把他的老婆和母亲都拐到哪里过周末假。奶奶是干过这样的事，彤彤怀孕之前，奶奶还拐过彤彤撇下她，去了 A 市玩了一段时间才回来呢。洋洋睡着了，就在我和姐说话的这几分钟时间，他就被周公带去吃饭了，小人精一个。他还小，妈妈不在身边，知道可以去找妈妈了，会惦记着，很正常啊。战印牵起海童的手，喜欢与他十指紧扣。就与此同时的龙家别墅，宁思琪既然顶着龙太太的身份，那龙先生买给他住的别墅自然就冠上了龙姓。就他在外面晃到了天黑才回到别墅里，车子载着他进入了别墅，看到别墅里灯火通明，他就知道龙先生来了。宁思琪有点紧张，也有点害怕。现在他对龙先生已经没有任何的幻想。最初他还想着以后取代真正的龙太太，征服龙先生，让他对自己服服帖帖的。上次龙先生差点掐死他，眼里杀气腾腾地看着他，他就吓破了胆，知道他没有做好龙先生交代他的事情。龙先生是真的会杀了他，他胆敢有其他想法，惹龙先生不高兴也会讨不到好。他出手是很大方，漂亮的衣服，珠宝成套成套送给他，给他的钱比说好的还要多，就算他没有过来，时不时也会给他发红包。要不是被龙先生掐过脖子，宁思琪都要以为龙先生是真的爱自己呢。太太到家了。保镖停好车后，见后座的宁思琪没有动静，静等了2分钟，宁思琪还是坐着不下车，不得扭头提醒他，到家了。这里不是他的家呀。宁思琪在心里咆哮着，他的家是宁家大宅，那是他从出生起就住的地方，现在被宁云初霸占了。更气人的是，那房子还真的是在宁云初的名下，父母带着他和弟弟在那里住了几十年，曾经里面的所有工人都以他们一家4口为中心的。宁思琪就是想不明白，父母怎么不把房产证上的名字变成他们的呢？那要是改了，那宁家大宅就是他父母名下的房子，他有份宁云初就不能像现在这般霸道的把他赶出来。
宁思琪对龙先生的畏惧被他压了下去。他不好意思地说道，刚才想事情想得晃了神。他挽起他的包包，推开了车门，下了车。望着眼前这栋装修得很豪华的别墅，宁思琪深吸几口气，才抬脚往屋里走去。2名保镖就没有再跟着他进去。龙先生只要过来，没有他的同意，别人都不能进去，屋里只会有他和宁思琪。只因这个男人在男女之事上，有时候会有点变态，怕被手下人看到吧，所以他过来时就不喜欢让保镖们进屋。宁思琪被他变态地折腾过一回后，对他就更加的畏惧。还好他不是经常那么变态。私底下呢，他向保镖打听龙先生，那对真正的龙太太怎么样？保镖回给他冷眼，说他没有资格打听龙太的事，把宁思琪气得半死。这他好歹是宁家的2小姐啊。2名保镖对他没有半点尊敬之意，在外面呢，表现出来的恭敬都是装的，演给别人看的啊。宁思琪反而更喜欢在外面了，在外面至少他还有尊严，这2名监视他的保镖才会对他恭恭敬敬的，他想去哪里就去哪里。龙先生倒是没有限制他的自由啊。走到屋门口，宁思琪就停下来，他先整理了一下自己的衣装，又从包里拿出随身带的小镜子，对着镜子照了照，确定自己现在的状态很好，他才迈着自信的步伐扭着腰进去。他还年轻，才20出头，一枝花的年纪啊，嫩得很。只要他够听话，想来龙先生不会再吓他的。龙先生坐在大厅的沙发上，手上端着一杯酒，神色悠闲自得的，时不时就品尝一口酒。听到脚步声，他也没有看向宁思琪。宁思琪走过来，放下了包，便坐到了他的身边去，娇声娇气地叫着龙先生。龙先生偏头看他一眼，那眼神锐利如刀。宁思琪被吓了一跳，他做错了什么吗？龙先生，你吃过了吗？宁思琪也不敢再娇声娇气的，小心翼翼地问着他。龙先生淡淡地嗯了一声，他身子往后靠，那桌面上那份邀请函，是你明晚去出席宴会要用到的，那里给你买了几套晚礼服，还有几套珠宝，你看喜欢哪套就穿那套。龙先生朝一张单人沙发上看过去，顺着他的视线，宁思琪才留意到那张单人沙发上放着好几个精致的袋子，以及几个大红色的锦盒。宁思琪先拿起那份邀请函打开来看过，合上邀请函后，他又起身走过去看那几套晚礼服以及珠宝。晚礼服都很漂亮，珠宝就更不用说了。宁思琪是见过也用过好东西的，不过面对龙先生的大手笔，他还是忍不住笑。哎呀，龙先生，谢谢你，你对我真好，这么大方。这个龙先生的身家估计超越战印和战一晨，若是他帮龙先生办成了事，得到龙先生的赞赏，再生个娃娃，母以子贵的，说不定他以后真能成为龙太太呢，他就会比海童和宁云初都好。面对着龙先生送的礼物，宁思琪一下子就忽略了龙先生的恐怖，他也不会老是掐着他脖子，杀气腾腾的，不过是警告他一下而已。龙先生就笑了笑，问他喜欢吗？喜欢，很喜欢。龙先生，你放心，我明天晚上一定会好好表现的，就绝对不会露出破绽来。龙先生朝他招手，宁思琪走过来，他伸手拉住他，他便跌坐在他的大腿上，随即他那杯未喝完的酒就灌进了他的嘴里。宁思琪被呛得直咳，又不敢反抗，被他灌着喝完了那半杯酒，那酒水火辣辣的，宁思琪的脸都红了。是呛咳的红的。龙先生很满意自己的结果，他松开了宁思琪，说道，不要小看你最恨的2个女人，她们都是很聪明的人，
你那个瞎眼姐姐已经对你起疑心。战家大少奶奶早在你第一次以龙太太的身份出现在她面前，她就怀疑了。宁思琪错愕，我都换了脸啊，他们怎么会怀疑的呀？是我的声音还没有改变吧？宁思琪学变声时间短，还没有办法骗过宁云初。海童大概是觉得她的身形和宁二小姐相似，但宁云初对她的声音是非常熟悉的。龙先生不说话，只是看着他。宁思琪心里打颤，赶紧说道：龙先生，我会好好变习变声的，你在他们面前是这种声音，就不用再变了，变了反而更容易引起他们的怀疑。宁思琪想了想后说道：也是，宁云初已经听过我说话的声音，肯定还会再见到他，下次让他听到我说话的声音不一样了，他会怀疑的。现在他都怀疑我了吧？但是海童怎么会怀疑我的？我跟他其实见不到几次面啊。龙先生看了他2眼，说道：海童的记性很好。宁思琪不说话了。那宁云初的记性也很好啊。宁云初瞎了10年，就靠着好记性生活的。你那个瞎姐，龙先生他已经不瞎了，早就重见光明。是战一晨请来了什么神医的高徒，帮他治好的眼睛。说到这里，宁思琪恨恨的道：他咋这么好命？战一晨接近宁云初时，宁云初还是个瞎子，战一晨都没有嫌弃他。他2个姑姑那时候还去过悠悠山庄见战二太太，说宁云初眼瞎，配不上战一晨。结果战二太太很霸气的说道：战家的2少奶奶不需要做任何事，只要会花钱就行，把他2个姑姑气得半死，也是极度的发疯，却不敢在战家发疯。如今宁云初重见光明，又和战一晨领了结婚证，只怕他在战家的地位更加的牢固啊。不是说宁云初明天晚上就会跟着她婆婆去出席宴会吗？以前上流社会但凡有宴会，母亲呢都是带着她去参加的，从来不会带宁云初。她欺负宁云初的时候，讽刺宁云初这辈子都无法走进管城的上流社会，那现实狠狠地打了她的脸。如今是她宁思琪被挤出了上流社会这个圈子，宁云初走了进去，还是由战家的2太太带着去应酬去交际。这宁云初如今还管着宁家的所有生意。宁思琪呢是越想越恨，脸上的表情都扭曲了。龙先生看在眼里，眼底掠过一抹金光，嘴上淡淡的道：神医只有1个徒弟，自小由神医养大，一身医术尽得神医的真传，还擅长用毒解毒，是个结交不得也不要得罪的人。神医的高徒出手帮你瞎眼姐姐治眼睛，自然是要到便能重见光明。宁思琪恨恨的道：所以我说他运气好呀。龙先生就抿抿嘴不说话了。那不得不说宁云初是很幸运，运气很好，被战一晨看上，然后请了神医的高徒帮他治眼睛。神医的高徒是君家的4少奶奶，要不是忌惮着他背后的那些老家伙，他也不用走着9曲18弯的路线，利用宁思琪去接近海童，探听那个孩子的下落。其实呢，龙先生猜到叶君伯和那慕情的养子就是他想找的人，那图腾啊，想必就在那小子身上，嫡系一脉尽被他屠尽，只跑掉了那个小免崽子。那么多人不要命的抱着小兔崽子逃命，宁愿死也要护他安全。他不相信那些人是拼尽全力保住上任家主的种，肯定是想送走图腾。没有图腾，他就算屠尽了嫡系一脉，也无法真正号令龙氏一族的所有堂口，更无法真正继承到龙氏一族的一切，只能一直当个暂代理人。哪怕他能力再出众，将龙氏一族打理得很好，等到那个小兔崽子长大后，带着家主的信物以及图腾回来了，他就得无条件退位。
拱手交出他苦心经营的一切，龙氏一族真正的势力人脉也会忠于那个小兔崽子。所以呢，他要趁对方还没有长大，没有能力报仇时，先拿到信物以及图腾，再灭口，这样他才能真正成为龙氏一族的主，号令龙氏一族。但是他刚怀疑那个孩子就是穆晴的养子时，线索就断了，就再也查不到半点与那个孩子有关的消息。风尘山庄被保护得像个铁桶似的，他倒是能伸根手指头进去的，但他害怕得罪那些真正的世外高人及他们背后纵横国内外的神秘组织武帝堂。龙氏一族是很厉害，怨就怨在他不是真正的龙氏之主，那自然不敢跟武帝堂抗衡。他只能先摸清楚穆晴的杨子是不是他要找的小家伙。龙先生，宁思琪想到了一件事，他小心地叫了龙先生一声。龙先生看着他，就等着他说话。龙先生，海童天天都要接送他的外甥上幼儿园，我就装着去接小姑子，经常在幼儿园门口和他偶遇，就他从来没有看到过我接所谓的小姑子，总不能一直这样下去。你看看能不能在我安排一个小孩子，配合着我的工作。龙先生笑了笑，说道：你的建议不错，有进步。行，我会让他们给你安排一个小孩子，配合着你演戏的，占大少奶奶的外甥上幼儿园小班吧。你跟他说你小姑子多大，4、5岁这样。龙先生嗯着，我会让他们给你安排一个读中班的小朋友，配合着你演戏。谢谢龙先生。还有你所谓的小叔子，也会给你安排个人，那样也能减少他们对你的怀疑。海童和宁云初怀疑龙太太就是宁思琪，也只是怀疑，那没有有力的证据证明两人是同一个人。以宁思琪现在的境地，他没有办法花天酒地，更请不起保镖，用不起几百万一辆的豪车，打扮的珠光宝气的了。主要是宁思琪戴着人皮面具，换了个脸，只是声音和身形像，那是不能确定是同一个人的。有些人没有半点血缘关系，说话的声音也很像的，身形就更不用说了，相似的多了去。提醒你一点，你以我太太的身份出现在众人面前时，你平时使用的手机号码一定要调为静音，不用关机，关机了人家的疑心更重，就调为静音。就算你瞎眼姐姐在你面前打电话给你，就手机也不会响。你们姐妹俩早已反目成仇，如同仇人一般，你不接她的电话很正常。以他们的聪明，他们肯定会想办法求证你和龙太太是不是同一个人的。最好的办法就是看你们俩能不能同时出现在一个场合里。宁思琪美眸几闪，他倒是没有想那么多，还是这个男人心思细啊。看他对宁云初和海童的分析，对那两个人的脾性、行事方式也摸得通透了。这个男人真的很可怕啊。龙先生，你说的话我都放在心上了呢。宁思琪也知道被宁云初看到他后，肯定会起疑心的。海童没有找到破绽，宁云初能找到的，怎么说都是亲姐妹。宁云初很了解他，他反而不了解宁云初，才会被宁云初踩在了脚下。就最怕的就是自己的弟弟不帮他，都不知道天磊是怎么想的。弟弟不向着他，两个姑姑也带着表兄弟们离开了管城，就去了哪里他都不知道。他如今是没有一个依靠，才会被龙先生看上，拿来当棋子用，还成了龙先生的情妇。龙先生从茶几抽屉里拿出2张纸，递给宁思琪，说道：认真看，记住这张纸上的所有内容，明天晚上出席宴会就不会出差错，不会让人起疑心。宁思琪接过了那2张纸一看，都是一些陌生的人名以及陌生的公司，还有那些公司经营什么生意啊？写了很多密密麻麻的，龙先生都要记住吗？
宁思琪明白这是龙先生给他安排的人脉，这些人呢以及公司在管城都是存在的。就他第一次以龙太太的身份出席宴会，别人问起他夫家做什么生意的，他总要说出的一二来，才不会让人起疑心。管城那么大，除了几大豪门之外，也有不少新贵，有千千万万的大小公司，又不是人人都能摸清楚那些公司的老板是谁。只要他能说出一二来，大家就会相信他家真的是做生意的。他早就跟海童说了，他夫家的主要生意并不在管城，不过是喜欢在管城定居，家人都很低调，不仅要记住，还要滚瓜烂熟。龙先生淡淡地道，身为龙家的太太，却连龙家做什么生意都不知道。换成你都会起疑心，别人不会怎么质疑你，但是宁云初肯定会质疑的。你要防着的就是宁云初。还有明天晚上在宴会上遇到你的瞎眼姐姐，你给我老实点，不要去招惹她，更不要做出针对她的事情。若是她被别人针对或者嘲笑，就你还要去帮她解围。龙先生警告着宁思琪，坏了我的好事，我会让你生不如死。龙先生说着站了起来，伸手就擒住宁思琪的下巴。他凑近前去，冷冷的道，但凡坏我好事的女人，我都会交给一般男人，他们怎么弄死她是他们的事，总之他们会死得很惨。宁二小姐是个聪明人，又年轻漂亮，还有大把的事情未做的，我想宁二小姐不想死。宁思琪白着脸，龙先生，我不想死，我一定会好好的帮你办事，你让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明晚见到宁云初，我会控制我自己的情绪，不会针对他，不会去招惹他。龙先生拍了拍他的脸，笑着，我知道你是个很听话的，年轻漂亮却没有什么心机，偏又心毒得很，又嚣张狂妄。进去坐过牢，出来后呢还安分了一段时间，那没多久又原形毕露了。这就是江山易改，本性难移，随便吓一吓他就能被他拿捏得死死的，比他其他的情妇是好掌控，花钱都没有那些情妇那么厉害。宁思琪的消费在龙先生众多情妇当中算是最少的了。宁思琪要是知道龙先生这样想他绝对会放开手脚大花特花的。不过穷过了，他现在懂得给自己留条后路，就从龙先生这里拿到了钱，他就存起来，以后断了关系，他好歹有家产，不用再像之前那样还要弟弟每个月施舍他几千块钱当生活费。龙先生，宴会的东家知道我是谁的吗？他们不知道你的真正身份。我也安排了一位管城本地豪门的太太带着你去，记住你是龙太太，不是宁家二小姐，夫家低调，你跟他们都不熟识，哪怕看到以前的熟人，不管有多熟，你都要装着不认识。宁思琪连连点头，龙先生松开了他的下巴，跟我上楼。宁思琪一愣，知道他要做什么，却没有办法反抗，那也不敢反抗，只得老老实实的跟着龙先生上楼了。江城丰泽大酒店，吃过饭后放好了行李箱，海玲边推着陆东明带着儿子从酒店里出来，准备带着孩子去酒店附近的街道逛逛街。洋洋很开心，一路上都蹦蹦跳跳吱吱叉叉的。海玲让阿七跟着洋洋，免得小家伙跑得太快走丢了。阿七和另一名保镖跟着洋洋，还有4名保镖呢跟在陆东明和海玲的身后，保持着一定的距离，不想当电灯泡，更不想无意中听到2个人说的情话。洋洋很开心。陆东明笑道，他最喜欢出门了，才几个月大的时候，每天晚上都要我推着他在小区里转上几圈，就到点了，我还不推他下楼去，就又哭又闹的。呵呵，是吗？洋洋以前是不是很难带？海玲嗯着，1周岁之前是不好带，1周岁后依旧不好带，特别是会走路后这里玩那里摸
稍不注意就会闯祸打烂东西。他打烂了东西，他爸就会骂我，他奶奶也骂我，骂我怎么带孩子的，老是让孩子打烂东西，说我不会赚钱，还老是让家里破财。那海玲说到这里呢，便没有再说下去。她不喜欢也不愿意提起他和周红林的那几年婚姻生活吧。过去的都过去了，新的幸福呢等着他呢。来的时候你前夫去了幼儿园。海童跟你说了吧？说了，洋洋不想去他那里。海玲淡冷的道他喜欢，在洋洋的面前说你的坏话，就算在以前洋洋还很怕你的时候，就他都会说陆叔叔不是坏人，周家母女俩也是狗改不了吃屎的。东明不提他们。你最近有没有好好的做复健？海玲关心的问道啊，我还等着你站起来娶我过门哦，你可得坚持下去，不要因为生意忙就不做复健了。海玲这样说等于是明朗了他和陆东明的关系。他们如今就是热恋中的男女朋友关系啊。陆东明扭头看他，眼神里满满的柔情蜜意，要不是在大街上了，他都想站起来拥她入怀。他深情的道，为了你，我一直都在坚持着做复健，公司里的事情就只有特别重要的我才会处理，我哥哥们还会帮帮我，不会让我累着。陆东明深情的道，海玲，如果不是有你，我可能就真的放弃了复健，自暴自弃啊，一辈子都站不起来。傻瓜，我不是傻瓜，我只是很爱很爱你和洋洋。别人总是说你是个离婚女人，我认识你的时候你又肥又丑，我怎么会看上你的？陆东明笑，我也不知道我怎么会喜欢你的，那喜欢就是喜欢了，我也不想去找原因，可能是你的自强不息，可能是你的脱胎换骨深深的吸引了我吧。我也很喜欢洋洋，我其实不喜欢小孩子的，总觉得小孩子很吵，可是第一眼见到洋洋，我就喜欢了这个孩子。海玲跟着笑，我知道，我是沾了我儿子的福，他因为喜欢洋洋，对洋洋的妈妈，也就是他便多了几分的关心以及包容，接触的次数多了，就相处的时间长了，那彼此间便有了感情。洋洋是我们俩的媒人啊。陆东明嘿嘿的笑，战印也是，如果不是因为战印，我也不会认识你。海玲，等你在江城的事了。哎呀，我们就结婚好不好？不等海玲回答，他继续说道，就算那时我还不能康复正常，也结婚，我能自己站起来，能走几步路的了。再给我1年半载的，我肯定能恢复如常，但我不想等1、2年才娶你啊。陆东明现在都36岁了，再等2年就是38岁，马上就40岁。海玲心里甜丝丝的，嘴上说道好，现在跟你领证结婚我都愿意，是你不愿意。他总担心他会无法恢复正常，就会拖累他。以前他想娶她，他还没有爱上他，拒绝了他的感情，现在他愿意嫁给他了，他反而不肯娶她了，坚持要康复才娶她。他们俩呢也是太折腾，认识到现在将近2年还没有修成正果。陆东明笑笑，我总要知道自己是否真能给你幸福，真能成为你和洋洋的依靠，才能娶你的，也要清楚自己的健康状况。我不想拖累你和洋洋，更怕让他守活寡，车祸让他伤得太重啊。他都怕死自己不能人道了呢。还好，就他还是个正常的男人。妈妈，我要买玩具。洋洋跑回来，指着前方的一家玩具店，闪烁着乌溜溜的大眼睛，向海玲提出请求。妈妈，可以吗？我想买玩具。那里有很多很多的玩具，有些玩具是他没有的，同款的倒是有，颜式样式不一样。小孩子只要进了玩具店，2条腿就像被灌了铅似的，重得很，移都移不动。洋洋，你已经有很多玩具了，家里的玩具房
摆了好几个架子，摆满了你的玩具。海玲的本能反应就是拒绝给儿子买新的玩具。你表姨每次过来，都给你买很多新的玩具。跟你小姨回去一次，那些叔叔也给你买很多玩具。洋洋立即嘟起了嘴，不开心了。他是有很多玩具，不过看到新的玩具，他还是想买的。妈妈，我只买一样，好不好啦？洋洋打着商量。不要买了，买回去堆得到处都是。有时候你玩完了又不收拾好，还要妈妈帮你收拾。洋洋赶紧说道：“妈妈，我都会自己收拾的，我保证以后都是自己收拾。”他也是自己收拾的好不好？偶尔才没有收拾。你不是带着玩具过来玩的吗？海玲轻易不会答应给小家伙买太多的玩具，主要是这小家伙是真的太多的玩具了。洋洋撇撇嘴说道：“我想买新的。妈妈，我买新的带回去送给小弟弟玩吧。小弟弟还小，玩不了。那我去买描红本，写字写数可以吗？”洋洋退而求其次：“那玩具店里也有很多文具以及书本买。”洋洋都逛过了那家店，才跑回来找妈妈去买。阿七叔叔就说他喜欢什么就给他买什么。洋洋不敢，他要问过妈妈的意思。妈妈总是说他的玩具太多，第二个玩具房也要摆满了。他又很爱护玩具，就算有些玩具被他不小心弄坏了，妈妈说要扔了，他都舍不得，就扔进了垃圾桶里，他都要捡回来。描红本可以买。洋洋立即像个猴子似的爬上了陆东明的大腿，就让陆东明抱着他，就由妈妈推着他们往前走。妈妈，那咱们就去买描红本吧，只要能进店，到最后呢，他都能如愿的。他看中了好几台大玩具车，还有好几个玩具狗娃娃，很漂亮。他喜欢吗？只买描红本哈，等会儿回来就要写2页描红。海玲哪有不知道小家伙打的什么鬼主意？她伸手轻戳一下儿子的额头。妈妈不在你身边，你从幼儿园回来，有多久没有写过描红本了？你认得几个字了？洋洋眨着大眼睛，稚气地答道：老师让我写的。我都写了，我有按时写字。小姨教我，我又认得很多字了。他这个年纪，在幼儿园里其实也没什么好学的，都是以玩乐为止。不过进入那所幼儿园的小朋友，家里非富即贵，他们在幼儿园可能比在家里还要轻松。在家里，父母给他们请了不少家庭老师，1对1教着他们学这样学那的。从幼儿园就开始内卷了，海玲只得跟着卷。他没有给儿子报太多科目，只是教儿子认字、会数数、会写阿拉伯数字，以及简单的加减化。周末则风雨不改地去武馆上课。等洋洋有5、6岁了，他准备给洋洋报美术兴趣班以及钢琴。也要提前让洋洋学一下。小学1年级的知识，这是没办法的事。管城市区里的教育是很好，但卷也是真的卷。你不卷，别人卷，然后忍不住就跟着卷了。海玲现在幼儿园放假，周末了就让洋洋好好的玩。你别让他写什么描红本啊，洋洋才多大？洋洋喜欢什么玩具，陆叔叔买给你。陆东明宠溺地道。洋洋很开心啊，抬头看了妈妈一眼后，他搂住陆东明的脖子，小声说道：陆叔叔，你跟我妈妈对着干，我妈妈会不会不喜欢你了？